大家好，我是曹卫东。俄乌的冲突呢，发生以后呢，已经打了100多天了啊。那现在呢，就是我觉得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呢，都属于就是比如说两个拔河的队伍啊，拔了很长时间之后呢，有一些精疲力尽或者有些疲劳啊。这个时候呢，外部如果给他更多的力量，给哪一方更多的力量，就能使哪一方的这个中心线向自己一方偏颇。因为我们先从这个乌克兰现在的这个说法来看，因为他现在说呢，我要组织反攻，我要把这个在俄乌冲突这个不但是发生之后被失去的领土要夺回来，同时我要把这个此前呢已经丢失的领土，比如说这个克里米亚，我也要给拿回来。这个是目前乌克兰所要达到的战略意图，也就是在领地上或者是在这个占领的区域上要把这些拿下来。所以他现在希望就是北约或者美国给他更多的武器装备一个是数量上的这个保证，还有一个呢就是这种先进程度上的这种保证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北约呢，或者是美国呢，也确实是这样。比如说，这次就是这个俄罗斯的机场遭到了攻击，那么有人就说呢，有可能是他是不是提前获得了一些地对地的这种导弹就是本来比如说给其他国家建造的这个导弹，先交给了这个乌克兰，所以使乌克兰呢能够用上打击就是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呢军用机场来消灭它的空中力量。那这个呢，就是也包括美国现在宣布要继续向它提供更多的海马斯或者是155口径的榴弹炮的这些炮弹呢因为它总是埋怨，就是说这个俄罗斯打过来的炮弹是乌克兰还击的几倍之多，那只有西方给它提供更多的这些弹药，它才能够做相应的反击，才能够把失去的这个领地给夺回来。所以我们看乌克兰现在呢，还是在等待，或者是拿到这个武器装备之后呢，进行相应的这些反击。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俄罗斯方面，因为这个俄乌冲突进行到现在呢，从俄罗斯总的这个战略上讲呢，还是在不断的推进，就是以打促谈。因为从这个所占领的区域来看呢，它现在卢甘斯克就是原来它占领的比较少，现在基本上全部打下来了。那么这个顿涅茨克呢，现在也是一步步的往前进就是大部分被占了。那么其他的呢，也是继续的往前打。那哈尔科夫呢，现在也成了新的战场。再有一个焦点呢，就是现在在赫尔松，还有就是尼古拉耶夫，这个俄罗斯呢，可能要在这个区域里边呢，就是这两个州搞公投。一旦这个公投要搞成的话，这就给乌克兰添了新的麻烦，那就不是过去的这个顿涅茨克、卢甘茨克共和国了，那又增加了赫尔松，又增加了尼古拉耶夫这两个州领地不但没有夺回，反而是更多的脱离了乌克兰。那这个呢，是乌克兰面前就是火烧眉毛的问题。所以无论如何呢，要在南部就是要取得一些战果。所以我们看它呢，一个是在就是7月底的俄罗斯海军节的时候就是反正是把这个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司令部给炸了。不管它炸的这个规模大小虽然是在院子里，但造成的影响，起码是说它有这种能力来袭击你的黑海舰队的司令部。再有呢，就是飞机场虽然这个应该说双方的说法不一吧，但毕竟是给俄军造成了很多飞机的在地面上没有参战就被击毁的这么一个结果。那么后面呢，他说他还能够拿到这个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就可以组织起对俄罗斯的这种反攻。那现在呢，就是俄罗斯呢也是在就是不断的打击，就是乌克兰呢，它从西方获得的这些武器装备的储存点比如说
把它的这个海马斯的这个导弹，或者是说这个火药，或者是说这个发射器啊这些地点给毁掉，因为这样的成本是非常合算的。你拦截发射出来的炮弹、火箭弹、导弹，那这个成本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看呢，俄罗斯一方面是在进行这样打击，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地面上继续的推进。但是你随着你占领的地方越大，你需要的兵员和装备也越多，所以对双方呢都是一种考验，或者是在博弈的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因为都面临着交战的，或者是说这个冲突的区域越来越多，需要的兵力越来越多，消耗的弹药也越来越多。那双方呢，就是看谁能坚持的时间更长，而坚持下来，则对他后边的这个战略的局势、谈判，还有在国际上的这个影响呢，都会产生比较大的波动。因为现在欧洲呢，面临着就是整个的就是能源短缺、物价上涨、通货膨胀，而且面临着就是冬天就要来临。那么包括乌克兰，它一直处于战争状况。那么这个到了冬天的时候，这个住房怎么办？取暖怎么办？那当然，俄罗斯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冰天雪地里边作战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呢，双方可能都希望在近期也就是没有入冬之前，在战场上取得比较大的成果，然后呢，来在谈判桌上给自己增加筹码。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